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美军实验新型智能炸弹，一枚即可击沉一艘船，威力堪比重型鱼雷。美海军旗舰进入红海，放出一艘探路艇，外形科幻像帆船。俄军再次显现颓势，国内爆炸起火越来越频繁，前线也在继续退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美军实验新型智能炸弹，一枚即可击沉一艘船，威力堪比重型鱼雷。近日，美国空军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显示，在一次实战演示中，一种改良的2000磅级 GBU-31B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将一艘靶舰炸成了两半。这种制导炸弹是一个美军名为快速下沉项目的一部分。此次项目于4月28日在墨西哥湾进行。测试过程中，一架 F-15E 打击鹰式战斗轰炸机挂在了 GBU-31B 联合直接攻击炸弹。这种炸弹被美军实验小组进行了改进，在新的鼻部安装了一个导引头，但是具体信息迄今为止从未公布。负责管理快速下沉项目的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表示，此次实验中的靶船是一艘救货船，但没有提供关于该船的更多细节。在测试中，炸弹击中了靶船，导致靶船被炸出水面，船体的龙骨明显断裂，而剩下的部分在撞回水中后迅速下沉。这种爆炸威力根本不像是空中投掷的炸弹，而更像是被重型鱼雷命中。自从美国空军在2021年首次公开宣布快速下沉项目以来，美军一直表示希望这种新型弹药实现鱼雷式杀伤。鱼雷的威力一向要比航空炸弹大，是因为从物理学角度而言，水是液体是不可压缩的，空气是气体是可以压缩的。因此，当导弹命中军舰舰体爆炸的时候，四周空气会被压缩，从而起到缓冲的作用，而水是不可压缩的。鱼雷战斗部爆炸所有的能量通过水全部作用在军舰外壳上，这也就决定了装置相同爆炸当量的炸药，鱼雷的威力就是比同尺寸的导弹要大。举例来讲，装药1800公斤的反舰导弹命中目标，能够让3000吨左右的军舰失去战斗力；而同样装药180公斤的533毫米鱼雷，命中舰体足以击沉5万吨级别的大型舰船。据目前能够得到的消息，快速下沉项目的弹药是一种改良的 GBU-31B。该弹药结合了现有的 GPS 辅助惯性导航系统，包括尾部的制导组件和安装在前端的新导引头。这种全天候海上导引头还至少包括一个射频雷达导引头，并且很可能是一个多种模式设计，允许武器在飞行的最后阶段搜索并锁定目标。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弹药是否对其弹头进行了修改，以使其更加适合反舰作战。不过从视频中可以看出，该弹药应该使用了一种延迟爆炸引信，使得炸弹穿透了船体钢板后直接打进船体的底部，从而在爆炸中彻底破坏龙骨，就像是被鱼雷命中一样。但值得注意的是，依照美军的说法，这次测试中的目标船不是按照海军标准建造的，而是民用的货船。因此尚不清楚这种弹药在打击真正的军舰，特别是带有装甲防护的大型水面舰艇时，是否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典型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最大有效射程只有大约15英里，这对于反舰作战来说太近了，将使得载机陷入防空导弹的反击中。尚不知会不会对此进行增程改进，但这对于美军目前的航空炸弹体系不是大问题，只要测试中关键技术得到突破，就能够很快应用到其他增程型滑翔炸弹上去。如果航空炸弹能够实现鱼雷的破坏力，那么将极大改变海洋作战模式。美国人将项目命名为快速下沉，就是希望通过这种炸弹的打击，能够让敌人的军舰一击必沉。美海军旗舰进入红海，放出一艘探路艇，外形科幻像帆船。2022年4月21日，美国海军第6舰队旗舰惠特尼号指挥舰和一艘埃及海军佩里级导弹护卫舰进行联合演练，而在演练过程中，在编队前面探路的竟然是一艘样貌怪异的小帆船。这艘小帆船并没有传统帆面的布置帆面，而是以一面固定的带有太阳能面板的金属帆代替，并且这艘小帆船居然没有人驾驶，是一艘特殊的无人水面艇。
据报道，这艘无人水面艇名为帆船探险者号，是新成立的美国海军 CTF-153 联合特混舰队的一部分，其属于无人航海探索者型水面无人航行器。该款无人水面艇是由美国无人系统制造商加利福尼亚州的无人航海公司设计和开发，最初是用于海洋中自主收集高质量数据，包括洋流、气象、水温等各种数据。这种无人水面艇在民间应用中已经广泛地应用到了各种海域作业，能够执行数据收集任务，其自主续航时间长达365天。后来，美国海军看中了这种无人艇的性能，并且采购了这种无人艇，以相对廉价的方式扩展水面舰艇的警戒防御圈层。据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透露，该款无人水面艇安装了一组通过太阳能供电的传感器，用于构建周围海洋的共享图像。据报道，该款无人艇早在2021年9月就被投入到红海海域活动。当时，美国海军第5舰队与约旦皇家海军成立了一支无人特遣部队，将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整合到其行动中。从2021年12月开始，约旦亚喀巴海军基地一直是这种无人艇在红海行动的联合枢纽。该款无人艇拥有高而硬的固定翻翼，翻翼中部有一根纵向翼梁，后部还有一面可以调整方向的垂直尾翼。翻译角度可以通过尾部末端的尾翼进行调整，以获得足够的风能推力来推进无人艇。目前，美军越来越重视各种无人水面装备的使用，包括无人水面艇、无人机、无人潜航器等。这些无人装备不但大幅提升美国海军的感知能力，在使其日常航行中就能够收集更多的海洋数据。俄军再次显现颓势，国内爆炸起火越来越频繁，前线也在继续退缩。俄罗斯最近基本是一天一起或多起大爆炸和大火。5月1日到2日至少有3起，一处位于莫斯科东北，距市中心仅19公里的梅季西市燃料库起火；一处位于莫斯科西南，距市中心70公里的纳罗夫明斯克市爆炸起火。该市是第4近卫坎捷米罗夫卡坦克师驻地。另一处是比尔姆火药厂爆炸起火，该厂主要生产火箭炮、防空系统、海基巡航导弹推进剂及炮弹、反坦克导弹。比尔姆市位于乌拉尔地区，是俄仅次于图拉的军工城市。5月3日，莫斯科郊区一存放教科书和印刷厂的大型仓库爆炸起火。之前，其他比如军事研究院、航空航天制造厂、大型油库、化工厂等等，俄罗斯境内重要目标和设施的爆炸起火已经常态化，这已经很难用外力破解来解释。似乎越来越多的厌战反战者已经开始行动，并且越来越多的事故说明，其他人则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默许，要么配合。战场后方频频失火，战场前方战事也吃紧。随着美欧援助的先进武器源源不断到货和部署，而俄军武器战损越来越大，补给却越来越乏力，一些一线官兵越来越厌战反战，在乌军猛烈攻击下持续后退。如果乌克兰能掌握从北向伊久姆的武器和物资运输线，那将对东部的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以及东南的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形成极大威胁。俄罗斯只能从顿巴斯东和本土和海上进行补给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认为乌克兰何时能收回全部被侵占的领土？欢迎将想法打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